2011年，刚刚上任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公为了了解民生，来到了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进行走访。村委给卢展公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，还特意提到村里之前的生产队长李文祥如今86岁了，生活比较困难。一听这话，卢展公当即便决定到李文祥的家里去走一走。不过卢展公也没想到，这退伍老兵的身份可不简单。在村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卢展公很快就赶到了李文祥家门口。李文祥并不知来人是省委书记，以为是平时来下乡慰问的志愿者，所以就热情地把卢展公一行人迎进了屋里。卢展公环视四周，见屋里的装饰陈设果然很简陋，桌椅板凳一看就是用了许多年了，歪歪扭扭，还掉了漆，家里连个像样的家电都没有。再一看，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，已经泛黄，照片上是一个身穿军装的小伙子，神采奕奕。卢展公一下来了兴趣，因为他注意到这小伙子身上还挂着不少的勋章。他好奇地问眼前的李文祥，这照片上的人难道是他？李文祥点点头，表示这是自己年轻参军时的照片。陪同卢展公前来的村委人员也告诉他，老人是退伍之后才回到村里支援建设的。不过看村里人的反应，似乎以为老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伍兵，但卢展公却知道不是这样，身上这么多的勋章，肯定是在战场上立过大功劳。所以卢展公便问了老人一句，李老，您被授予那么多荣誉，您都立过什么功？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李文祥以为卢展公只是好奇，所以也没有推辞，很快便从衣柜的底层拿出一个破旧的布包。打开布包之后，卢展公被里面的东西震惊了，一枚又一枚的勋章，好几本1等功、2等功的证书，一张特等人民功臣的奖状。卢展公一个个看过去，越看越吃惊。这样一位在战场上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，如今怎么过得如此贫苦呢？回去之后，卢展公立刻把这件事情紧急上报中央。没多久，中央便查实了老人的身份，人们也就此知道了老人那段波澜壮阔的从军历史。面对村里人，李文祥始终坚持这么个说法，他说自己当过兵，在战场上立过一些小功劳，但问他具体立过什么功，李文祥则每次都是轻描淡写，要么就说记不清了。村里人对军队里的真实情况也压根不了解，所以多年来大家都觉得他在战场上应该是个很普通的兵，但事实绝非如此。李文祥年轻的时候出身贫寒，一家人饱受地主豪强的压迫，直到家乡解放，在解放军的帮助之下，一家人才找到了活路。因此受到感召的李文祥也选择在1947年加入了解放军的光荣队伍。他参与的第一场大战便是1948年9月解放济南的战争。当时敌人将城门紧闭，我军久攻不下，眼看损失越来越大，众人心急如焚。于是上级决定组成敢死队，由年轻的战士们怀抱炸药包，靠近城墙炸开缺口，给大部队创造入城的机会。李文祥听到这个计划，第一个举手报名。于是就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，李文祥和同志们抱着炸药包，毅然决然地冲向城墙。李文祥当时虽然年轻，没什么上战场的经验，但胜在胆大心细，头脑灵活。他在战场上不断闪避着敌人的炮火进攻，虽然负了伤，但是也毫不在意。最终凭着超乎常人的毅力，把炸药包运到了城墙之下，顺利地完成了计划。靠着李文祥打开的缺口，部队终于顺利地攻下城池。李文祥也立下了人生中第一个2等功。淮海战役期间，李文祥和战友们急行军4天4夜，到达指定位置，与敌人展开作战。敌人人数众多，而且还有飞机大炮支援，战士们虽奋力坚守阵地，但仍死伤惨重。在极端劣势之下，李文祥和战友们还是成功地炸毁了敌人20多辆坦克，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。此后在援军未到的情况下，几十名战士始终坚守阵地，未退一步。等援军到来的时候，阵地上已经只剩李文祥和指导员2人存活。这一战，李文祥立下特等功。在渡江战役期间，李文祥顺利地加入共产党，这也是他一生之中最骄傲的事情。1949年9月，李文祥跟随部队参加了平潭岛战役。这场战役尤其凶险，为防敌人逃窜，上级命令李文祥及战友扼守交通要道。而在几天的时间里，敌人疯狂地冲击李文祥所在的阵地，他们面对的是比本部人数多几10倍的敌人，且对方虽然溃败，
但毕竟是全副武装，双方的战斗硬实力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。但李文祥硬生生靠着顽强的意志，一直驻守阵地。到最后，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，李文祥也身负重伤，战友们是从死人堆里找到他的。当时他心跳脉搏几乎都没有了，送到战地医院之后，医生也无计可施。不过在医院里昏迷了3天3夜之后，奇迹发生了，李文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生命体征渐渐恢复，从死神手中捡回了一条命。也正是在这场战斗过后，李文祥得到了一张模范战士的奖状。李文祥戎马半生，战功赫赫，所以50年代他离开部队时也得到了很好的待遇，被调到了福建省建设厅担任保卫科干部。也就在这一时期，李文祥认识了自己的妻子福建姑娘陈宝珍，一家人在福建的生活平静而幸福。可是李文祥心里却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。他的家乡由于饱经战火，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，所以即便解放之后，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地方，老百姓吃不起饭，人口大量流失。50年代末又赶上一系列的天灾，绝大部分村民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甚至被迫沦为乞丐。1962年，由于农村建设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，所以国家向广大干部发出了回乡建设的号召。李文祥看到这个号召之后，便下定决心要回到家乡去，帮助自己的乡亲摆脱贫穷的折磨。可是李文祥当时端着铁饭碗，每月能领几十块钱的工资，如今放弃这样优渥的生活，回到贫苦的故乡，这样的牺牲未免太大了。李文祥把自己的调离申请交上去时，领导都不敢置信，问他果真下定决心了吗？李文祥是这样回答的：党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，国家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去做什么。唯一让李文祥犹豫的便是他的妻子。夫妻二人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妻子是福建本地的姑娘，本没有必要跟着李文祥去家乡受苦。但让李文祥感动的是，当他问及妻子的意见，妻子这样告诉他：你去哪我就跟着你去哪，去哪不是过日子，有你在，去哪里都行。知道你心思在人民，作为你的妻子，我理解你，我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也绝不会拖你的后腿，放心吧。就这样，阔别家乡近20年的李文祥带着妻子踏上了还乡的征途。虽然对家乡的贫困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回去之后，李文祥还是惊呆了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家乡便是饿殍遍野的景象，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情况却没有丝毫的缓解。土地过度盐碱化，几乎长不出一颗粮食，河道干枯，大地开裂，留在这里的村民个个瘦得皮包骨头。李文祥看到这样的景象，简直要掉下眼泪。他很快拿出自己的积蓄，给村民们买了500多斤小麦，先让他们填饱肚子。李文祥自己因为无处落脚，只能带着妻子先到了村北头的一间破庙里勉强安身。随后李文祥便出去四处考察，最终决心要在村里先修建水渠来解决土地干旱的问题。贫困的村子雇不起工人，只能村民们自己挑大梁。李文祥很快来到村里，挨家挨户的号召聚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力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，挖水渠时脏活累活，他永远第一个冲上去。连生产队长都如此积极，大家自然没有不努力的道理。全村老少辛苦了40个昼夜，总算将水渠挖好。有了水源，生产的困境终于勉强解决。可是村里的粮食产量依然很低。在经过4处走访考察之后，李文祥想到了一条新路子，那就是种水稻。当时县里正在搞水稻种植的推广项目，只是没有村子愿意第一个尝试。毕竟北方种水稻，这在人们听来是天方夜谭，村民们不懂得生产知识，也不愿意相信专家的话。但李文祥经过综合分析之后，认为村里的环境是适宜水稻种植的，所以李文祥磨破了嘴皮子，再次挨家挨户的去劝。因为之前修水渠的成功，所以大家信服李文祥，愿意跟着他干。李文祥所在的村子也就成了全县第一个水稻种植试点村。在李文祥看来，这是一场硬仗，如果水稻种植失败，大家的生产热情会大受打击，将来再想带着村里脱贫就更难。所以他拼了命地找县里的专家学习技术，上午记录知识点，下午则对着村民一个一个地传授。田里凡是出了什么情况，李文祥便忙不迭地亲自去考察，力求解决一切问题。经过2年奋斗，村子里终于成功地把水稻种了出来，家家户户吃上了白米饭。
几十年来，这是全村人第一次吃上饱饭。李文祥在生产队长这个位子上干了16年，成功地把一个村民四处要饭的乞丐村带成了全县数一数二的模范村。可是他自家的条件却渐渐成了村里最差的，因为李文祥常年忙于村里的工作，一家老小全靠他微薄的工资过活，所以10几年下来，家里连添置新家具的条件都没有。而且李文祥和妻子都把村民的幸福看得比自家更重，村里凡是谁家有困难，他们2口子都是第一时间去接济，而自家的生活条件却只够温饱。在村里干了许多年，李文祥的存款也不过2000块，他们一家也始终住在最开始那个破庙里。过了很久之后，由于这破庙的环境实在太过恶劣，李文祥夫妻俩才咬咬牙动用积蓄，在破庙的基础上盖了2间新房子。因为勤劳致富，所以村民们早就住上了全新的大瓦房，只有李文祥一家住的房子最为破旧。大家看老队长生活这么困难，自然是有心帮助。不过李文祥脾气很倔强，他觉得大家的生活才刚变好没几年，家中压力都很大，所以他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援助。其实李文祥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很简单，他是立过大功的英雄，按照国家政策应当享受政府的帮扶。可是从回村一直到卢展公前来拜访，李文祥从来没有正面跟别人提起过自己的功勋。李文祥觉得国家的帮扶应该用在那些最需要的人身上，自己一家3口身体健全，能自力更生，就不应该再给国家添麻烦。所以几十年来，李文祥甘于平凡。后来卢展公把李文祥的事迹调查明白，决心要给老英雄最高待遇时，李文祥反而表现得有些抗拒。有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李文祥十分懊悔地说，早知卢展公是书记，自己绝不会把布包拿出来的。因为老英雄住的地方实在不好，县里一直想要给李文祥把房子翻新一下，而李文祥始终不肯。大家只能先用看病的理由把李文祥骗到医院，然后趁着这段时间紧急叫了施工队，把他家房子翻修好，布置了新家具。等李文祥回家看到木已成舟，这才终于没再拒绝。不过纵观李文祥一生，这几间新房子可能就是他接受的唯一一点好处了。他对国家几乎是一无所求，却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人民。半生默默无闻的他，是真正值得敬佩的英雄。